做对的事情不等于成功，接下来还是要把事情做对。资金也有一部分的影响，然后政策面呢，其实也会变。你这个案例项目怎么样情况呢？它只是一个样品。越南呢，至少目前也是供不应求，成本很低，一年只要3000块。我们中午去了你亲戚家，我感觉他做这个新能源用电池来储能的这么一个思路是吧？应该大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他同时也在考虑怎么样把这一套东西放到东南亚，因为东南亚这个国家本身现在还是不像我们中国，它电源的供应还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感觉他做事情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但是做对的事情不等于成功，因为接下来还是要把事情做对。你认为他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他的挑战主要是哪些方面？我们今天看了我一个表哥的一个项目是一个储能项目，很大，云南应该是第一个也比较大的一个储能项目。那么早上也做了一些交流整个项目情况我也是从前期他的这个招商或者说找落地的点包括技术研发这块我都有所了解包括今天也做了一些介绍有一定的优势，确实也是执行力比较强，也在做这个事，但是现在遇到一些困难，这个困难其实还不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应用层面这个落地这个过程中资金也有一部分的影响，然后政策面呢其实也会变，就是我们现在出海也好，在国内也好，其实很多政策，包括您说的海外这个局势政治环境都要关注，因为它是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像储能，其实包括这个叫虚拟电厂，虚拟电厂这个概念，其实是把这些各种能源都整合起来做一个打包的处理。那么中间也包括储能，那么它这块板块模块，其实真正在做的，我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说，都没有形成一个规模，都是因为政策需求。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资金，确实这个投入比较大这个我们说我们做的项目都没有那么大体量的，它这种大的项目体量靠民间的这个融资包括这些政策的支持还是有点累。但是您刚才也讲了，实际上呢，把事情做对呢，还对他来说面临一些挑战就怎么样控制一个投入的总的成本，因为还是成本比较高。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就是说大家对经济的信心呢不足的情况下，可能投资方还是蛮难找的，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挑战？一个刚才说的资本，第二个呢，确实就先有鸡先有蛋。对，资本说你这个案例项目怎么样情况了？我要看你的 1.0 怎么样。它现在 1.0 还没有正儿八经的落地，它只是一个样品 demo。如果1期厂房如果已经产能开始做出来了，那么可能融资也好，后续的新的投资项目也好，就可能好一些。所以我们说创业也好，做什么就是0到1确实是非常难的，中间很多就倒在了那个黎明之前。所以我倒是现在想问你，因为你马上要去马来西亚我也知道前段时间你在越南也开始了一些你的这方面走出去的准备工作，在这方面的话，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你是为什么要选择越南？你是怎么来做决定的？你的这个想法能不能在这里跟大家沟通一下？那么东南亚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不是很看好的？因为就说之前我19年、18年的时候去柬埔寨越南都去看过，就这个市场不稳定或者没有起来因为之前跟您也沟通过，您海外经验比较多，资源也有，就正好一个越南也有做咨询嘛，这个话题正好聊到一起。我们其实是因为越南，我跟您聊这个事情，我去越南反而是更多的巧合有朋友在那边做打桩，有朋友在那边跑业务，就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他们的想法其实也是说想整合一下资源，因为觉得我们经验技术资本都有一些，他们可能比较小的一个企业，就1、2台机器，小老板，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总体汇总下来，你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个市场这3到5年还是不错的。之后呢，也是因为有一些契机吧，有几个朋友也想去那边参与，那么我就对越南又做了一些加大的了解，包括法规、税收跟我们这儿比较匹配，就是说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这块呢，越南只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走出去的第一步，可能以后周边的国家，因为我新加坡其实去了几次，
一直没有落地，我觉得很多门槛比较高。你不只是资金的问题，你的语言包括团队搭建啊，包括注册公司这些门槛都挺高的。所以我整体来说，今年越南先做做看，我们也是一步步走，先站稳脚跟，没有说计划要怎么样，这个没有，所以也要请您多指导，因为您对越南的了解，因为咨询这块正好这次您去交通大学，我正好没时间啊，没过来。但我看您这边的分享，包括对越南的这个规划，特别是建筑这块、基建这块，是有一点宏观的，能够看到一些，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中国像您这种设备，就是我们中国是供过于求啊，就是说，应该有好多设备在等着想接项目。越南呢是至少目前也是供不应求，后面的阶段我比较认为看好它的基础设施项目会越来越多，因为从整个这个大的全球环境来说，最近的这个美国对它的关税收的也比较低，也就是说以后的话，它应该是出口去美国的这个比其他的周边的像柬埔寨啊、什么老挝了什么更有优势，是吧？比印度更有优势。然后的话呢，它又靠着我们中国很近，所以你是比较方便的，能够把你的材料设备放到越南。都放在哪里啊？放在中国也是放，放到那里也是放。可是放到那里那个机会啊，就是使用它的机会就比较多，而且这单价也比中国好啊，而且你还找到了越南的合作伙伴，所以我的判断，越南确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先出去以后呢，总归会有机会的，然后慢慢的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也逐渐了解越南的市场。越南正好也需要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是吧？因为我们毕竟中国的公司的经验比较丰富，而且我发现，在越南我也发现，就是我们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什么东西欧洲采购啊，什么韩国采购，我们中国样样都有，他们不知道。所以我最近就搞了一个中国土木工程产业链的平台。但我这个产业链的平台，我搞起来是因为越南的项目给我的启发，可是这个平台显然不仅仅是服务于越南，还可以服务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只要需要中国产品在土木工程领域的，我们都可以。您做了个细分的信息平台，大部分人都知道要买中国的东西，要买中国的设备，要用中国的材料或者中国的技术，我只要到这个网页上就都能找到。第二个，要是国内的这个企业呢，也是感觉到是愿意加入，是吧？那么怎么样让他们愿意加入呢？那首先，在我这个平台里面做成生意，我们不收一分钱，是吧？这个是肯定的。然后的话呢，他们加入的成本很低，我一年只要3000块。如果加入的企业多，我们会拿出一部分的资源，我们专门对这个世界这个土木工程领域啊，说每个季度啊写一个国际市场的简报，是吧？或者是说在技术上，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上面作为一个平台嘛，大家可以在这里去讨论。因为您是隧道这块比较多一些，我们其实还是简单的基坑维护啊，对呀，管网啊，河道这块，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说叫城市更新啊，你也不要说高楼大厦我们都能做啊，这就是升基坑嘛。反而来说，我们其中的一小部分，再配合国内其他的其实闲置的设备材料，也是个抱团。通过这个平台或者通过我们这些整合出去，我觉得是更有优势的。因为现在的心态不一样，原来是什么呢？忙不过来。旋挖什么买过人太多了，那时候生意好，房地产好，房地产一不好以后，型钢、三轴，包括这个旋挖，都在家里，都是废铁，做呢还不一定赚钱，价格又很低。那出去你要有现有设备，而且说实话要回本的，你要新设备再去采购，没人愿意投了，回报率不高。但如果有现有设备，你把它盘活了，你出去还是可以的。这个心态我是这样，就是说残值别让它真的不值钱了，还能发挥作用，发挥余热。是的。那么这个心态是可以。第二个就是出去那边的市场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至少我现在了解下来说，谈了几个项目，我觉得谈了这几个信息过来，就那几个项目，就是你感觉很多啊，其实有些时候，特别我们原先做贸易，这个询价那个询价，其实可能就那1-2个项目，没有那么多起来。但是我们未来乐观说，一个有询价什么是缺。它有需求，它当地满足不了，那我们去做一些匹配的，那我们可能就把供应链这一端就放到那边去，在那边有个仓储，
有个办公室能做一些现场对接的事情，他们也需要看到现货，看到你的设备，他才敢跟你谈合作。是的，所以我的几个同学跟我说，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在世界各地，比如说注意到有中国的产品，本来出去非洲什么都很多，有仓库，放在仓库里的东西呢，也希望能够尽早的有人去用，是不是啊？或者买它，或者租赁它。那么，但是他们呢，广而告之这方面呢，就做不到。那我呢这边呢可以帮他们做广而告之，比如说在越南啊，这个有这么一个仓库，正好呢从这里广而告之，知道啊这个越南那边的人要买中国的东西，然后呢恰好呢这个仓库在越南都是有的，马上就可以拿到东西了。这样的话就容易这个贸易就容易成交。就你已经在前期有些咨询设计的时候，这些项目是有这些需求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渠道先打通，不管是你的客户直接放在那里，还是说他自己有贸易渠道，就是说客户下单的交货期可以缩短，流程可以打通，这个也是一个后续就是您的平台和线下线上这个整合啊，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优化的事情我也可以做。越南的话呢情况不一样，越南机会是不一样的。越南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越南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就是政治局讨论要做胡志明和河内的高铁，这件事情已经通过了。我相信日本人啊也会想去啊，法国人也会想去啊，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想做。地铁的话，越南的地铁其实我们现在中国公司也参与的。对，就是太平洋建设不是5号线吗？也在参与嘛。以前中国在河内有中国公司做好的，已经在运营的也是中国公司做的。对，轻轨有的，也有的。但是他那个胡志明市的地铁呢，日本人后来的索赔很厉害，这个索赔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我个人估计，这个上面他们越南人也不会给他们那么多钱。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是动拆迁嘛。这就是工期延误，对，然后呢，审批的图章很多嘛，所以就耽误了越南。就是日本人说，就这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你们土地没搞定啊，造成我的成本，然后成本算到他要索赔了。现在越南政府改变了，他也吸取这个教训，就是我们说的这胡志明市到那个河内的高铁，我们京沪高铁，对他们怎么做？他们现在是先把那个土地问题他们是解决掉。解决完以后，作为一个包，这个包先把它做掉的，然后后面再来解决建设。一期先征地，征成功了再招标。他们跟中国学了，先把这个事情先搞定，这个是对的。其实他们也在进步了，包括他们对地铁建设呢，他们也在出了一些新的规定，比如说那个权力下放，不是中央政府来决定啊，这个地铁里面具体怎么使用资金，而把这个权力下放的这2个城市河内和胡志明，启动的话。快一点，但是他们这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这方面的市场的经济改革呢，还没有中国做的彻底，因为地铁公司它还是没有钱，它上面有个叫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就相当于我们把人民委员会看在我们中国的建委吧，就是还是建委来出钱，它还不是一个公司来做的。我们刚做上海地铁1号线的时候，那个地铁公司也没什么权利的，上面有建委的，是吧？有市政局的。就我们政企分开了呀，政企分开，他们这个没分开，人民委员会属于政府政府来决定。那这样的这个灵活度，包括各方面，效率肯定就慢了呀。所以这一步他们还是需要再。我想那个案例就是京沪高铁嘛，其实整个越南不大，但是很长，它真正2个核心就是一个北一个南。那么这条线呢，理论上是它的经济命脉，就是说这个经济带动是很好的，有可能还能赚钱。但这个钱呢，你要通过融资。那么融资这个方式，他能看到这个项目确实以后未来是可以赚到钱的，那还是可以做的。我们很多是民生工程，是很难回钱的，只是靠政府慢慢的拨款啊。我觉得这个项目确实，这个机制的话，可能有些流程会慢一些，或者它的资金各方面，但是他不是要找这个外资的话，也会做一些这块吧。像中国企业的话，一带一路一样的，像这个地铁建设，不管是河内还是胡志明，他们不会全部都用外资。它应该因为越南的这个经济整体的经济发展还是可以的啊。去年的话大概5%左右的这个增长率，今年的话还会更高。过去未来的几年可以比较乐观的认为它会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基础设施是它的一个拖后腿的，不管对投资环境各方面都是不是很好的。那个环境，这个你看那个天气预报里面，这个河内永远是要这个环境污染戴口罩的。我在河内待上个3-5天以后，喉咙就会痛。你看他们都是戴口罩的，不是说那个感冒了，就是空气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旅游胜地，但是确实机会呢还是要有一些，就是看好这个国家这个3到5年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周期吧，特别基建这块确实有很多需求，高架也没修好嘛，堵车啊，对吧？各种问题。